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第二次抱起演员白鹿，任嘉伦得心应手，这糖撒得猝不及防。演员白鹿看上去真的有点轻，她第二次被任嘉伦抱起来的时候，她就像一只小鹿蜷缩在那里，等着待喂糖。这样公主与王爷的故事好像不止一次在我们生活中上演，才发现原来任嘉伦早已喜欢上了白鹿。当然了，这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周生如故》中的经典名场面，既然还没有到虐心的时候，那就继续这撒糖的瞬间吧。第一次抱着白鹿饰演的11，是在白鹿在藏书阁看书的时候，白鹿睡着了，然后周生辰就抱着她，这是他和她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他看着怀中的她，内心却激起了无限的波澜。第二次的时候是两个人喝醉，但周生辰没有醉。他抱着11的时候，11舍不得他的离开，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。周生辰这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多么的在乎他。这种甜美而富有期盼的感情，是我们求之而不得的。不过看着任嘉伦抱着白鹿的片段，不知道 NG 了多少回，也不知道在这种复杂的剧情背景之下，男女主在之后还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那么很多观众就发问了，为什么11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周生辰呢？其实在这部剧中不难发现，女性是代表了这部剧的唯一主题，因为周生辰对女性来说没有任何的歧视。在所有人都在疑问为什么周生辰收了一个女徒弟，但周生辰并没有说什么。在周生辰的眼中，将士是没有歧视女性的，而他本身也是没有任何等级观念的，这也是他能够随时和大家打成一片的原因。周生辰这么好的男人，谁又不爱呢？我们发现在这部电视剧中，周生辰手下的武将也有女的，这就说明女的也能做出一番大事业。从长远的角度来说，这部剧的内在意义还是很大的。正因为对女性的尊重，所以在这部剧中周生辰才格外的关注11。其实仅仅是一种关注与关心，但在大家看上去可能就是周生辰对于11的爱，并非如此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周生辰对11也仅仅是师徒关系，感情戏在后续才会慢慢显出来。但11对周生辰来说，却不仅仅师徒的关系了。对观众来说，两人的感情势必在前期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。周生辰做事情是有很强烈的现代感的，如果这个人设放在现代也是成立的。我们说回到两人的爱情，其实11就是那种看上去值得被疼惜，而且如水一般的女子了。周生辰的将军霸气，却也是有更为深沉的一面，这种深沉是对11的深沉，对爱情的忠贞。一颦一笑中，狗粮慢慢撒，11总是在等着将军归来。谁又知道，这两人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对方的内心。周生如故中，任嘉伦和白鹿是一对非常搭的 CP， 不得不说这部戏的演员选择的还是很到位的。虽然两人相差好多，但在演技上，任嘉伦和白鹿更胜一筹。只是这部剧又让小编加深了印象，那就是任嘉伦可能真的只适合古装戏了，或者说大家还是喜欢任嘉伦古装的样子。剧集正在播出，趁着还没到虐心的时候，大家就多磕糖吧。2. 任嘉伦高调示爱白鹿，我永远爱你，观众直呼甜度超标。任嘉伦的新剧《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》目前会员已经大结局，大部分观众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。顾得猫宁的甜蜜爱情还历历在目，近日观众的心又被电视剧一生一世的片花扰乱了芳心。任嘉伦演技最大的亮点就是很有苏感，甜宠剧从来不缺外表亮眼、人设完美的男主角，缺的是能把一部爱情片演绎的细腻生动，让人上头沉迷的男演员。目前《一生一世》还没有播出，
但是该剧已经确定会在 AQY 恋恋剧场中放映，虽然还没有定档，但是因为任嘉伦和白鹿领衔主演，预约人数达到50来万。看来大部分观众还是非常期待这部剧的，相信任嘉伦和白鹿的表现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你有没有读过上林赋？我第一次见你就想起那句绝书离俗，妖冶闲兜，用来形容你很合适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不管是一生一世亦或长安如故，这首上林赋都穿插在全文。该赋为西汉时期的词赋家司马相如所作，全篇恢宏大气，描写的事物众多。前世的时宜甚至花了一生的时间在藏书阁上写这首赋。同时，因为加入了这首上林赋，所以该剧开篇就给人古色古香、沉静、有古典韵味的感觉。它和一般的甜宠剧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它给人一种心平气和、娓娓动人的感觉，不管是台词还是风格，都很有品味，耐人寻味。不像别的甜宠剧都是吵吵闹闹，女主傻白甜，男主霸道总裁，比较脸谱化。任嘉伦之前在一采访中透露，他饰演的周生辰的衣品很好。从片花来看，短短的几个镜头，角色的定位就十分清晰明朗。文质彬彬，温和文雅，身上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，服装大气简洁合身。不管是西装眼镜或是休闲风衣，都得体自然，和人物沉稳的性格不违和。而白鹿饰演的女主时宜，还有许多旗袍造型，她属于温婉低调内敛的角色，所以衣服款式保守温柔，有淡淡的温柔女人味。小编仔细观察了一遍，两人很多款式的衣服都是以风衣为主。现代剧的服化道很重要，不仅突出人物性格，而且还能侧面反映剧的质感。相信这部剧的服化道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一生一世的台词很有底蕴，因为是现代剧，采用的是演员的原音，更贴切人物性格。台词亦是判断演员演技好坏的标准之一，所谓声形台表缺一不可。而剧中的台词亦是句句入骨，酥人心肺。之前的现代剧《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》已经让观众看到了任嘉伦在原音上付出的努力，他更是承诺，一部剧能用原音他一定会用。这不仅仅是他对观众粉丝的承诺，也表明了他对演员行业始终带着敬畏之心。片花最后一幕，周生辰与时宜在雪地里相拥，面对眼前这个失而复得的女人，他紧紧抱着她，在她耳侧许下了爱的承诺：我永远爱你。大雪纷飞，周生辰的表白让这寒冷的冬天多了几分醉人的暖意。一个情感内敛的男人，说着如此动人的情话，直白地宣泄着自己一生一世的承诺。哪个女人听了不心动？这一幕太美好了，小编来回看了好几遍。再搭配任嘉伦这完美的侧面，高挺的鼻子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又深情又带着蛊惑人心的魅力。这一刻，谁不想成为这个被他拥抱着的时宜呢？不得不说，情话有时候还是直白来的最实际。虽然很多含蓄委婉优美的语言更具有美学意义，但是这一句我永远爱你却更能一瞬间击中人心，少了猜测，少了分析，就是那么的直截了当，戳人心。时宜当然是感动的，他们之间的爱从来就不是一厢情愿，而是双向奔赴。他也不服输，在他耳侧轻轻回复他一句：我也永远爱你。爱你这件事，我从来不会落下分毫。周生辰，希望老天保佑我们一生一世在一起。看了一生一世的片花，大家的心有没有被撩得蠢蠢欲动呢？小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这部剧快点播出。作为任嘉伦的剧粉，实在太爱他演绎的各个角色了。你期待任嘉伦和白鹿主演的这部《一生一世》吗？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吧。